北京最近办了一场规格不小的红色民宴，为已故中共元老陈云举行的120周年纪念会，场面堪比红色贵族的大 party。不少太子党红二代纷纷现身打卡，发表家族存续宣言。但奇怪了，一贯爱刷存在感的江泽民家族与曾庆红家族竟然集体失踪了，一桌子红人偏偏没叫江家跟曾家，气氛顿时从红色酒香变成了红色警戒。自己的民诞派对没请江曾，估计120岁的陈云也没想到。江泽民的亲爹是大汉奸江世俊，老江这个冒牌的红二代，估计早被红色圈子嫌弃。红二代的真红假红可能分得比红酒年份还细。那么江家的老战友曾庆红又去哪了？最新网传他已经进入静音模式，目前已被软禁，连朋友圈都消失了。不止如此，曾庆红的快乐老家江西最近简直变成红色清理工地了。那帮人以前是横着走，现在排着队被查，和曾家暗通款曲的高官们都纷纷落马。据说陈云民诞活动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让习下台。看来这回始终都不愿意退场的两大男主习近平和曾庆红终于到了手拉手谢幕的时候了。江曾旧势力现在恐怕是集体下架靠边站，处于无限期维修中。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少峰。陈云的这场民宴其实不只是怀旧，更像是一场红色董事会。红二代们不是吃素的，集体鼓起勇气准备给习近平递信。据旅澳法学家袁宏斌爆料，太子党们已经开启联署写信模式，准备在21大之前送上一封红色基因至党中央的建议书，核心内容就4个字：让习下台，简直像极了党内版我们需要新的 CEO 的请愿信，意图逼宫。而习近平的气势似乎也掉线了，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照例派发了发言稿，但与10年前的他高呼全党要维护中央权威步调一致的场面不同，这次没激情没高音，只有念完稿然后静默。这种冷场的背后是红二代们的团建精神正在回归，而习仿佛正被默默踢出群聊。被踢出群聊的还有另一位曾庆红。独立时评人蔡胜坤日前在自媒体节目中引用北京的消息透露，曾庆红已被软禁。曾庆红这回不仅铁帽子王要摘了，连他的快乐老家江西的地盘也快保不住了。70岁的江西前副省长、前政协副主席胡又桃在养老院打卡打了7年半后，近日竟突然被召唤回了政治舞台。不过这次不是升官，而是上了审查名单。谁让他在江西当大官呢？江西可不是谁退休了谁就能逃过清算的地方，这老账还是要照算的。被一锅端的还有江西原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洪礼和，已被开除党籍，罪名包括搞小圈子、妄议中央、偷看禁书等等。洪礼和与前政治局常委吴官正是江西鱼竿老乡兼校友，而吴官正又是曾庆红的老乡和心腹，这一根绳上的蚂蚱只能是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了。还有一连串的人跟着掉下来，就像牙齿松动后连根拔起，什么新余市政、南昌市委、财经大学、供销社，轮番有人爆了一下马。江西最近简直就在上演一部反腐版的权力的游戏，敲打曾庆红江西帮的意味十分明显。
除了江西帮老家官员落马，曾庆红的石油帮、中组部帮的旧将也密集落马，单单6月份就拉下了2位大员。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徐哲农被查，中石油宁夏销售公司原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韩飞被查，中组部的多名高官也或被调离，或被查处。代表人物是原副部级高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前党组成员、前副局长李春良，他是曾庆红的中组部旧部，并曾在曾庆红老家江西省委组织部任职。表面关系远一点的还有广西政协前主席彭小春也被查，他是前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主政广西时的大管家兼头号笔杆子，而郭声琨背后的靠山也是曾庆红。郭曾是江西老乡，据称郭还是曾的表外甥。今年落马的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蓝天利与山西省长金湘军也都是郭声琨在广西工作时的旧部。旅居澳洲的反共网红蒋网正早前在 X 平台爆料，蓝天利被查后，郭声琨就被约谈了。郭在广西提拔的官员们也都由中纪委、中组部联合调查组重新约谈。看来曾庆红大事不妙了，他的各方势力地盘被大清洗中，这个铁帽子王恐怕是待不住了。蓝天利落马后，广西自治区党委罕见表态，强调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这些狠话是说给谁听呢？当然影射的是江派大佬曾庆红了。江派习近平与太子党的终极对峙终于热映，大结局恐怕就是中共崩了，江派分崩离析，习近平是最后一任掌门人，党要是没了，太子党们也可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曾庆红不是普通的红二代，他是那种在红旗下长大，脑子里却塞满宫廷斗争剧本的权谋型书呆子。别人看毛选，他看的是宫心计，官场不考试，考的是如何掌控人心。70年代末，曾庆红在石油系统像一个小透明一样毫不起眼，直到他遇见伯乐瑞信文。当时瑞信文和江泽民同时空降上海，一个当书记，一个当市长。瑞信文派曾庆红先去上海探探风，到了上海，曾发现瑞信文和江泽民根本不对路，其他人都觉得江市长笑起来像漏了风，而曾却嗅到一股上位的味道，立刻上演转身抱大腿的教科书范本，从瑞阵营跳槽到江旗下。8964之后，瑞信文被冷藏，江泽民上位成主角，曾庆红也跟着鸡犬飞升，从内线旗手变成了中南海的影子摄政王，成了各大部门背后的那双隐形之手。江泽民退休后打太极，曾庆红则继续用章鱼分身术渗透整个政坛，组织部、国安部、政法委、香港办，哪里都能看到他的触角，还跟各路资本、太子党、石油帮搅成一锅粥，俨然就是江派第二大男主角。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个拳斗场上的老狐狸千看万看，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因为他遇到了扮猪吃老虎的习近平。2007年，红潮内部为找接班人快打成麻花了，曾庆红灵光一闪，推出了一个看似没有杀伤力的乖乖媳，笑容满面，举止憨巧，无背景，好拿捏。曾本来想着这娃娃真不错，脾气好，不闹腾，一根绳能牵走。结果他忘了查查黄历，这哪是无害小狗，根本是披着羊皮的战狼。2012年，王立军夜奔美领馆，把一锅红色大料掀了出来，爆出政变阴谋，
矛头直指曾庆红一伙人。习近平也反过味来了，我不是被选来接班的，是被选来献祭的。于是习不演了，从温顺接班人秒变清洗王，展开一场名为反腐的复仇之路，扫荡江曾残党，一路杀到了曾家门口。老曾也终于明白，自己养大的狼现在咬自己的腿了。在江曾的时代，江泽民是舞台上的主角，但剧本、灯光、音效全是曾庆红这个大导安排的。谁料到新主角习近平不但抢戏，还直接把导演赶下台了。到了2022年，习近平寻求3连任时，曾庆红一拍脑瓜子，不对啊，我当年让你接班，不是让你篡我江山啊。于是双方火力全开，公开宣战。习公开喊话，面对强敌坚决斗争。曾家也不是吃素的，你有猛料，我有黑幕，各种暗中搞料、放风、搅局，一时间你来我往，攻防不断，比什么大片都刺激。曾庆红和习近平的故事告诉我们，红色江湖没有什么兄弟情谊，只有谁先清算谁的速度与激情。习近平一遇到险情就高举大旗，大声喊话，没有免罪金牌，没有铁帽子王。听起来铿锵有力，但老百姓都快背出来了，但是就是不记得他是第几次敲打这顶帽子了。次次敲，次次震天响，结果帽子还稳稳当当的在那头上戴着，动都没动。习总是喊打，但次次打不下来。今年年初，习近平曾把一顶悄悄移动的隐形帽子再次高高举起，观众席上不禁交头接耳，这是真要动手，还是又来一场壮胆喊话，还是其实习自己也想搞顶铁帽子来保命呢？铁帽子这东西，你以为只是清朝的东西？不，这顶帽子在红朝里边也活得好好的，而且上面还写着3个大字曾庆红。铁帽子王原本是清朝特供，戴上等于终身无敌，子孙接力续命。但到了今天，曾庆红这位红色宫斗男主居然靠自己的拳斗实力斗出了一顶超长待机版的铁帽子。习近平每次反腐高潮一来，就开骂没有丹书铁券，坊间马上脑补，哇，要动曾哥了。结果每次喊得震天响，打得全闪边，曾哥头发没乱一根，敲敲打打，结果都像拍蚊子打在风里。第一次出招是在2015年，刚打倒周永康的习总信心爆棚，媒体开始写你懂得庆亲王等暗号，全国人民都秒懂，说的是曾哥。结果呢，热闹一阵，啥也没发生，大家只好先收回剧本，等待下回分解。第二次是在20大前夕，习为了稳住3连任，火力全开，又吼一句没有铁帽子王，大家再次屏息等待。然后曾哥突然不反对了，3连任一稳，风声也自动熄火。第3次是在3连任之后，习总一边搞政治大清洗，一边把经济搞成高空跳水，国内外口水战满天飞，只好老梗重炒，我反腐没停过。问题是打来打去，铁帽子王那边连灰尘都没掸起一下。最后这一回，熟悉的台词一飘过，没有铁帽子王，结果观众的反应是，咦，这不是自我催眠吗？毕竟现在的习总出门像走进敌营，传闻元老派、军头、江派老残兵都在暗流涌动，这一喊反倒让人怀疑，你是真要打他，还是怕别人打你？大反派还没倒，主角先压力山大呀。讲真的，曾庆红的铁帽子不是习近平赏的，
是自己靠手段熬出来的。这么多年下来，该清算的都清算了，从周永康、薄熙来到徐才厚，江派大将一个个像麻将被胡掉，但唯独这个还当家的大 boss 曾庆红连个边都没碰。结果让人怀疑，所谓没有铁帽子王是不是一种反复喊话式保命术，喊给对手听，也喊给自己壮胆。而这场闹剧的最终回可能变成双王退场的戏码。现在连习自己都可能想当铁帽子王了。多方爆料显示，中共即将开的4中全会可能要换整个主角阵容了，习近平可能被迫退场。届时曾庆红和习近平这对政坛宿敌 CP 可能也真的要来个牵手谢幕，一起下台了。这场帽子戏法已经演了快10年，观众都快看吐了。最后这戏怎么演？不是习摘曾的帽子，也不是习给自己也留一顶帽子，而是这老哥俩先找个地方把帽子藏好，一起赶紧跑路啊！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